我才知道你是多么可爱，多么的好。这生活世事难料，有你在，岁月静好。山盟的海誓不那么重要，我们在一起，慢慢的变老。漫漫的长路，有泪也有欢笑。嘿，哈利，你是我的骄傲。你们叫我孙老倔，其实我不倔，我不过就是稍微认真一些。别人怎么看你，和你毫无关系。不想要的东西再好也是垃圾。岁月静好，山盟的海誓不那么重要。我们在一起，慢慢的变老。漫漫的人生，有泪也有欢笑。嘿，哈利，你是我的骄傲，我的骄傲。您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。为什么呢？倩倩是嫁到你们家了，可是生不生孩子那是她的自由。怎么着？她是那生孩子的工具吗？不是，我说他是生孩子工具了吗？我是那意思吗？那您什么意思啊？那结了婚生孩子不是理所当然的吗？谁说结了婚就必须生孩子？那你嫁给人家了，你不生孩子，那不害人吗？那不是？我们害谁了？啊？那不能生的、生不出来的多了去了，我们都害谁了？生不出来跟怀了孕不想生那是两回事儿啊！这是，你看，亏你还是搞教育的，还校长呢。你说你这什么水平啊？你这是啊？啊？正因为我是搞教育的，所以我比你有文化，懂道理。倩倩结婚那是为了爱情，不是为了给你们老孙家传宗接代的。哎呦呵，还传宗接代呢？这都什么年月了，还传宗接代？你说出这种话来，不嫌寒碜？不是，我说你来干什么来了？你来伺候月子来了？你还是来杀我孙子来了啊？谁杀人了？谁杀你大孙子了？你呀，你们就是杀人犯，你知道吗？你才杀人犯呢！我本来啊还想劝倩倩把孩子给生下来，哎，就照你们这样，我还坚决劝她不生了呢。不生拉倒，吓唬谁呢？啊，我们就一蒋倩倩，我们不会找刘倩倩、王倩倩啊！啊，我告诉你，我找谁都给我生孙子。好啊，那你就找王倩倩、刘倩倩去吧，去找去吧。我找怎么了？那你找一个试试。你人家孩子都没说不生，你在这叨叨什么呢？他说不生了吗？他说不生了吗？啊，有杀人犯吗你啊？你才杀人犯！你杀人犯！你杀人犯！不是你讲不讲理？你讲不讲理？啊，你来干什么来了？你来干什么来了？啊，你来祸害我们家来了？啊，我们好容易，我等一辈子孙子了，你干什么玩意儿？你什么玩意儿啊？你还当校长呢？就你这当校长，我跟你说，你什么校长？你这是，你要不如我呢？你把我弄学校去，我教教孩子，真是的。没文化，真不像话，跑这儿撒野来了，太不像话了。跟这种没文化的人真是不能说。哎呀，真气死我了！妈，我说您刚才也太过分了吧？哎，你别叫我妈。怎么了？我又没惹您。这不都因为你？你说你嫁的这都什么人呢？这老公不像老公，公公不像公公的。怎么不像了？我看都挺像的。哎，妈，你刚说的都是真的？我说什么了？你不是说你要支持我不生这个孩子吗？哎呀，我这不是为了向着你才跟他们战斗的吗？我凭什么不要啊？他是谁的孙子啊？跟我没关系。他是我的外孙子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哎呦，刚才吓着你了吧？啊，宝贝儿，没事吧？哎，回屋休息吧，回去休息吧。啊，那你去吧。什么玩意儿？
就他这样还当校长啊？啊，他教学生不把中国的教育都搞坏了吗？没错，还是把事情弄僵了。红艳，我让你去干嘛来着？唱白脸儿，你得拦着点你爸爸呀。我还拦着他，我恨不得抓不死他我。哎呀妈，我跟你说啊，那老太太太烦人了，你是没看见她说话那劲儿。我这样的人能生出什么好闺女？怪不得蒋倩倩在咱们家天天说话那阴阳怪气儿的。别说我媳妇儿啊！这时候你来劲了，我还没说你呢。你瞧你找的什么媳妇儿？你找的什么丈母娘啊？真是！我不让你们去，你们非得去，这下好了吧？把事情搞砸了吧？人家倩倩本来是没打算把这孩子生下来，他妈这次来就是为了劝她把孩子留下来，这下好了吧？你们把他妈给得罪了，他妈到时候反过来劝她把孩子打掉，那就彻底没希望了。你说什么？他妈来劝倩倩把孩子留下来？那还能有假吗？我是天天的在家里边看着倩倩，不让她去医院，他妈是天天的在家劝她呢。不是你怎么不早说呀你？你让我早说嘛！我说什么呀？我都跟打仗似的就冲上去了。倩倩怀孕这事儿，我真没打算跟你们说了，真的，我就是想等倩倩彻底的想，哎，我想把这孩子留下来了，我想把这孩子生下来了，我再告诉你们，我就怕告诉你们，你们给我添乱。谁给你们添乱了？啊？你就不应该告诉我们，你才是大嘴巴呢。我不是看咱爸已经开始绝食了吗？我是为了咱爸好我才说的呀。我绝食跟这事儿有什么关系啊？啊！我告诉你，还是你小子没本事。老婆说不生就不生了，那好容易怀上的，说不生就不生了，啊！你一点话语权都没有啊！你就是个窝囊废。爸，你别不讲理，这窝囊废也是你生的。你说这女人生孩子，我有什么办法呀？那孩子在她肚子里呢，那个男人有什么办法呀？搁哪个男人？这搁我妈身上，你有什么辙？搁你妈身上，啊？你妈要怀孕了，我让她生，她敢不生吗？啊！再说了，她不生能有你们吗？那也是我妈自个儿想生。行了，说这些有什么用啊？现在跟他们母女把关系弄得那么僵，这孩子还怎么保啊？我告诉你，孙国强，今儿我把话撂这儿，你媳妇儿现在怀孕了，你告诉她，这孩子她必须生下来，啊！她要是不生，她要不听我的，啊！她要想毁了我这孙子，我跟她没完，啊！她要敢这样，你就跟她离婚，没商量。说你也够窝囊的，怪不得咱爸说你。喝口水吧。怎么了？我睡不着啊，老伴儿，我睡不着啊。你睡。
回来了。我跟你说啊，这回可真的是出大事儿了。怎么你们家老出事儿啊？哎，你去给我拿个奶去，我这胃不舒服。喝奶对胃不好。你们家这事儿啊，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蒋倩倩怀孕啦！啊？哎，她不是要当丁克吗？哼，这回成白丁了。啥意思？就是想当丁克失败了，变白丁了。哎，那你爸这回肯定高兴吧？得一大胖孙子。高兴就好了。她这次是意外怀孕，她居然想把孩子打掉。啊！我爸一听就蹿了。哎，昨天瞪着我，就到他家找他讲理去了，正好赶上他那不讲理的妈在。哎呀，我去！两人火星撞地球，打起来了。我发现你们家是个传奇哈！你看多好的事儿哈，到你们家就都，哎呀，一团麻呀，也有那解不开的。你还是人吗，王广生？啊，我们家都这样了，你还唱上了？不是，也说到这儿寸劲儿的，想起那歌来了。你知道我爸昨天一宿都没睡，他就担心他那大孙子保不住，可着急上火了。你说这师傅也真是这么大岁数了，本来身体就不好，这欢欢的事儿吧还没完呢，这又来个这个，这蒋倩倩太过分，不懂事儿，哪是打孩子的？哎，欢欢还在医院陪着那个亨利呢。我不知道。你知道什么呀？你一天到晚的，哎，你就知道出去鬼混是吗？啊？又来了，我上班去啊。行，你不管，我去。哎，你干嘛去啊？我干嘛去？我换身衣服找欢欢去啊。也有那解不开的小疙瘩呀。哎，你好，阿姨，请坐。王欢欢呢？她回姥爷家了。回姥爷家了。正好，趁着欢欢不在，我有2句话想要跟你聊一聊。阿姨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是吗？我想说什么？你应该想说你要我跟欢欢分手。啊。但是我不同意。我爱欢欢，她爱我，我们俩会在一起 ，forever and ever and ever。啊，行，佛到哪儿去也没用。亨利啊，你看啊，你觉得你们俩站在一块儿合适吗？为什么不合适？你是外国人，他是中国人。我觉得爱情不分国家。不是，但你看你是黑皮肤哈，那他是你黄皮肤，这搁一块儿，这俩色儿不太合适。我觉得爱情也不分肤色吧。好，我告诉你最关键的啊，我们全家都没人同意，没有一个人答应，是不是？我觉得爱情是自由的，同意不同意？你没明白，现在呢，阿姨没有跟你说爱情，我们先把爱情放一边，咱们不说爱情，哈，你没有爱情，阿姨，你跟你丈夫在一起不是因为爱情吗？我跟你说不明白，我明白了。这样，你该吃吃，该喝喝啊！你赶快的好起来，先好起来啊！好，谢谢阿姨。我觉得你来看我特别好，谢谢。不客气。我去完之后去拜访你。拜访就不必了。为什么？
嘿，老爷。嘿嘿，老爷，你还绝食啊？你是来看我饿死没饿死是不是？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我是来跟您老人家道歉的。老爷，是我错了，我惹您生气了，对不起嘛。我都想好了，我觉得我跟亨利吧就不合适，等他一出院，我就立马跟他分手。真的，我没有哄你。我知道了。老爷，笑一个，笑一个。咦，好可爱呀，老爷你，世界上最可爱的人。哎，笑一个嘛。笑一个。咦，好可爱呀，老爷你，你别眯了眼睛。你干嘛呢你？我老爷怎么了？他又病了。哎呀，进去吧，进去吧，进去吧。哎，真奇怪哎，我都跟他说了我要跟亨利分手了，他一点反应都没有，一点都不感兴趣。你姥爷现在啊，心思全放在他那宝贝大孙子身上了。大孙子？什么大孙子？蒋倩倩，你小舅妈怀孕了。真的？啊，太好了！哎，那你说这样老头就不用一天到晚盯着我一个人了哈？哎呀，我小舅妈真是的，她怎么就不早点怀孕呢？早点生个大孙子多好！这样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坐下。天注定啊！欢欢，我跟你说正经的啊，我真心觉得陈明俊这孩子挺好的。你自己想，哎，条件又好，人长得又帅啊，还懂礼貌。没事，我就先走了啊。哎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可是我听完了，我还要去照顾我的亨利呢。红红，拜拜。妈，谁呀？哎呦，您来了，快请进吧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这么早跑来打扰您。别客气，我早就起来了。那你请进吧。啊，请坐。哎，好。您这么早来，找我有事儿吗？我是来向您赔礼道歉的。昨天晚上国强他爸，还有鸿雁，肯定是失礼了。国强他爸爸这个人脾气不太好，对不起啊。我觉得不是脾气吧，不是脾气的问题，是修养和素质的问题。你请坐。他也是情急啊，情绪有些失控。这毕竟关乎到下一代。说到这下一代，我倒真想啊跟您说说，您说这个女人嫁给男人，仅仅为了给男方传宗接代的吗？目的肯定不是为了这个。一男一女因为爱情走到了一起，结为了夫妻。那么我觉着夫妻就应该相互的对对方要有责任跟义务。生儿育女那只是常理，自然法则罢了。无论是自然也好，法则也罢，总得有例外，咱们总得允许有例外吧。对，你比如说倩倩吧，倩倩跟国强，他们俩人结婚之前，他们俩就商量好了啊，说不生孩子，要做丁克。你说很多的夫妻是选择生儿育女，
啊，也有人选择当丁克。其实我吧，我能够接受，这点我跟倩倩一直表达过我的观点，我很支持她啊，她自己选择的人生。但是你看，这意外不是发生了吗？啊，倩倩怀孕了，那可见人生它不是一条直线。我就是想知道，您对倩倩的怀孕是什么态度呢？我当然是希望她把孩子生下来，这也是我到这儿来的目的。但是，我更愿意尊重我女儿自己的选择和意愿。我不希望她为了给别人传宗接代，而违背自己的意愿生下这个孩子。是我们家老倔啊，他用那个“传宗接代”这个词儿真的不够准确，但是有一点是正确的。那这个孩子吧，是倩倩跟国强的，啊，一个是妈妈，一个是爸爸，啊，他们两个人都有决定权。您说对不对啊？但是现在他们两个的意见不统一啊。他们两个人的意见，那都是他们俩应该商量的，他们俩来做决定。亲家，我不反对啊，最终我们家国强做了妥协，他听了倩倩的，这是他们俩做出的决定。但不能说啊，孩子在倩倩的肚子里面，倩倩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这就无理了。你继续说，继续说。我今天来呢，我就是想跟您站在一起，因为我们都是母亲。因为我刚才听你说你愿意让倩倩把孩子生下来，那说明我们两个人的意见是一致的。那我们两个人啊，共同的来做倩倩的工作，让她心甘情愿的把这个孩子生下来，欣然的接受自己做一个妈妈。为这个，我愿意跟您站在一起。您呢？我当然是愿意了。不过老倔他，妈，你发什么呆呢？我在想你婆婆这个人。啊？我婆婆来了？什么时候来的？刚走了。哎，你怎么不叫我呀？我干嘛叫你呀？她说不让叫你的，我也担心呢。她跟你公公一样，跑到这儿来教训你来了。所以还是不叫你好，我一人对付她就行了。还是老妈想得周到。哎，你婆婆这个人呐，我觉得真是不简单。你别看她平常捯饬的跟大小姐似的，清心寡欲、不问世事的样子，其实心里那心眼多着呢，那也狠着呢。妈，我婆婆来到底干嘛来了？哎，你说你公公这个人，他怎么能够娶到你婆婆这样一个女人？也难怪他吧，鞍前马后的伺候她这么些年。你说这要是搁在过去，你婆婆那肯定是一个大家族。就你公公这样的人给人家当管家，我看人家都不要。妈，这说了半天，我婆婆这到底干嘛来了，还没说明白呢。这事儿真有意思。哎呀，太有意思了。哎，姐，哎，倩倩，慢点啊。哎。来，快坐这儿啊！你怀孕了，不能喝咖啡。我给你要了个果汁儿。啊，谢谢姐。哦，对了，今天我约你，咱们家没有一个人吃糖。
芊芊，你说你跟国强结婚这么久，姐对你怎么样？姐，你是想听真话还是假话呀？哎，你这么说，好像我对你不太好啊。凑合吧。凑合？凑合？我还一直觉得我对你挺好的。凑合就凑合吧，反正今天我说的也不是咱俩的事儿。芊芊，我是想跟你说说你怀孕的事儿。姐，你要是今天来为了说这个话题的话，我觉得就别说了，免得伤和气。怎么一说怀孕的事儿就伤和气呢？再说了，伤和气我也得说呀，这事儿我肯定非说不可。芊芊，你现在怀孕了，对于咱们全家人来说那是头等大事儿啊！哎，你知道这对于咱们老孙家意味着什么吗？咱们太爷就咱们爷爷这么一个儿子，咱们爷爷就咱爸这么一个儿子，哎，咱爸就我弟孙国强这么一个儿子，哎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几代单传。你说你跟国强结婚，啊，说不要孩子，这全家上上下下都愁死了。啊，没怀上也就算了，现在好不容易怀上了，这是天意呀！你要把孩子打掉，你说这家里人能放过你吗？那还会怎么样啊？把我杀了？瞧你怎么说的，那哪能杀了你啊？杀人犯法，你得偿命。哎，不过同样道理啊，你要是把你肚子里孩子打掉了，也是变相杀人。不说别的啊，就说我，芊芊，我跟你说话呢，你别老玩手机。我回个公司短信。啊，行，不回了不。就说我当时怀上欢欢，我当时那么年轻，未婚先孕啊，我第一个想法也是把孩子打掉。可是咱爸死活不让我打呀，逼着我跟广生结的婚啊。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？他跟我说的话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，就跟昨天发生的事儿一样。他说他宁可我当未婚妈妈，也不让我把孩子打掉。他宁可帮我抚养孩子，这多严重啊！啊，后来欢欢也的确是他一手带大的，不说欢欢，就说我救的孩子思源，那也是他带大的。你说他得多喜欢孩子啊！到现在这么大岁数了，好不容易盼到自己的亲孙子，你还说打就要把他打掉，那不是要了他的老命啊！哎，芊芊，换句话说，这孩子也是你的骨肉啊，你怎么就不想生呢？你要是现在把孩子生下来，咱们家你就是头等功臣啊！咱爸还不把你当祖宗似的给供起来啊？姐，你也知道我不图这个。我说你怎么油盐不进呢？不图这个，你图什么？我把话给你放这儿。如果现在你一意孤行把这孩子打掉了，你跟国强也就玩完了。你不在乎这个家，可以；你不在乎咱爸，也可以。
你自己的老公你都不在乎吗？你真的就以为你吃定他了？你把孩子打了试试？你就真的宁愿跟国强离婚，也不想生下这个孩子？倩倩，你的心是铁打的吗？我说你自己不回家，躺这儿干什么？啊？我能回去吗？您这一闹腾，我回去怎么交代啊？你交代什么？你跟谁交代啊？我说你是个爷们儿不？是他没道理，还你跟他交代，他应该跟你交代。你赶快回去，你跟他说，他要敢把孩子打了，你就跟他离婚。怎么着？没他你活不了是不是？啊？爸，我没想离婚啊，那他坚决要不要这孩子，你自己也没个态度啊！啊，我问你，你想不想要这孩子？我说国强啊，我是真服了你了啊！我是真服了你了，你还是个爷们儿不是啊你啊？啊！我知道你疼老婆怕老婆，这我理解，我也怕老婆，但是在原则问题上，你得拿出个态度来吧？啊，在孩子这个事儿上，对不对？你得跟爷们儿似的吧？你得把腰板挺直了吧？啊，你还是爷们儿不你？你先起，我是真服你了，回家吧，回家。爸，你爸什么爸呀？爸的，你现在还知道管我叫爸了？我估计到时候没人管你叫爸，啊？哎呀！你真是我祖宗你！经理好。刘经理，怎么搞的？客户相当不满意，这不应该是你的能力。您放心，我一定会抓紧时间重新做一份策划书出来。倩倩，是不是身体吃不消啊？这样吧，把这个案子先交给别人来搞，我给你1周的时间。把个人问题处理好。好吧，谢谢经理的体谅。1周后，恢复到原来的状态。一定会的。别喝了！我去，喝多少了？你别喝，拿来！你别喝了，给我，别喝了啊！给我，给我，给我！嗨，你以为我管不了你是吧，小子？啊，给我拿来！别喝了，别喝了啊！听话，喝，你给我！行啊，小子，你觉得我管不了你是吧？好，你等着啊，等着，找人能收拾你。喂，猴子啊？什么？你们现在什么位置呢？好好，马上过去啊。
你可来了！这怎么回事啊？啊！快过吧。顾强，哎呀，你别喝了，你干嘛喝这么多酒啊？啊！国强，国强，他这怎么回事啊？对不起啊，嫂子，我看着喝高的，可我拦不住啊，才给你打电话的。算了算了，你帮我扶一把。行行。哎呀，起来，国强，走，咱回家。起来，起来。我怎么回来的？猴子跟我一块儿把你送回来的。来，喝点水吧。头疼不疼啊？老婆，对不起啊。老公，你别这么说。其实该说对不起的人应该是我。我不仅对不起你，也对不起你爸还有你妈。真的是我不好。我一开始我没想把你怀孕的事儿告诉他们。我那天回家是想跟我爸借钱，可是刚好赶上他闹绝食。我是害怕他真的饿出个好歹来，我想劝他吃饭，我一着急就把你这怀孕的事儿我给说出来了。你干嘛要借钱呀？啊？叔爸这个月赤字了，我跟猴子商量了一下，决定还是先把员工的工资给付了。那你为什么不先告诉我呢？我怎么好意思说出口呢？你没想要这个孩子，不就是觉得我没出息，觉得我成不了事儿吗？你是觉得我没有资格做一个爸爸？我连养家糊口的能力我都没有，我怎么好意思让你生下这个孩子？我没告诉你，我是不想让你知道。我理解你，我理解你，你不想生下这个孩子，你是对的。老公，你别这么说，你这么说我心里特别的难受，真的。你之前做书吧，我也是支持你的，对吧？再说了，以前生意也挺好的呀。我说你还没有准备好当爸爸，我不是说你没有赚钱养家的能力，我根本就不在乎钱，你知道的呀。我知道你，可你到底为什么呀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是觉得心里吧，特别害怕。所以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找各种各样的理由，找各种人的麻烦。我就是想找个借口，不想生这个孩子。可是我其实归根到底，我知道原因就是我自己，因为我害怕改变，我也不想去承担责任。老公，我知道，如果我真把这个孩子打掉了，也许咱俩也没有以前那么好了。
可能还会像你姐说的，咱俩最后也会离婚。就是我就算不想要这个孩子，可是我也不想失去你，老公。老公，我不想失去你，真的。是我不好，真的。我当年追你的时候，我就跟你说过，我答应过你，我要让你过上你想过的生活，最自由的生活，真的，啊！哎，行了，别哭了。我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我都不会离开你的。我会一辈子的疼你，不管别人怎么说，啊，不管别人怎么做，只要你觉得是对的，我都支持你。老公，原先啊，我都想立马就去打胎，可是听你这么说，我现在心里真的又犹豫了。我觉得你将来会是个好爸爸的。嗯？不是，你等会儿，我得深刻的领会一下你这句话。你是又改主意了？我不是，我就是有点犹豫。你让我再好好想想啊。你没事，你想想，好好想想，你想个1年半年的也没关系，我陪着你想。记得那天遇见你，屏住了呼吸，转身之后不见你，丢失了自己。每天盼望看你的眼，魂牵梦系我的发，爱情让我忘记了距离，抛弃繁华奔向你，丢掉自由放弃潇洒，走进只有你的城堡，挽起长发学会了装傻，只为牵手我们一起慢慢变老。请你和我在一起，让我对你有所牵挂，亲吻悄悄，逾越尴尬，摸索幸福的方向。请你和我在一起，让我深夜不再害怕，哪怕风霜雨露都写入我们的年华。每天盼望看你的眼，魂牵梦系我的发，爱情让我忘记了距离，抛弃繁华奔向你，丢掉自由放弃潇洒，走进只有你的城堡，挽起长发学会了装傻，只为牵手我们一起慢慢变老。请你